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雪，歡迎大家觀看這一次的金沙影琥珀的活動故事，耶！那麼現在我們先換一下我們這一次的訪答，我真的是非常無敵的盡力了，就雖然不像，但至少挺像的吧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不看套裝了，套裝大家可以看上一集。我們先馬上開始吧。哦，竟然沒有特效啊，但有點像埃及的感覺，是我的錯覺嗎？這個就是拼圖活動耳環，我倒是挺想要拿到斗笠的。哦，還有動作，不知道為什麼我想說一句，我們來看一下黑黑一片啊！我沒想到最近的網絡好像挺給力的，哦，這個好久不見了，這不挺簡單的嗎？再來挑戰，我要挑戰的是大師級的。不会很难，希望這次的抽格能順利吧。那麼現在我們馬上開始吧。去行旅沙洲，我們去荒原嗎？意外旅程，什麼旅程啊？來吧。馬車碾過砂石路，狹小的車廂內一片昏暗，布簾將馬窗遮得嚴嚴實實，只偶爾被風掀起一角，灌入一股股寫有沙漠氣息的熱浪。月娘懶懶倚在車廂一側，拖長語調講起旅途中最適合消磨時間的鬼故事。傳說雲的腹地有一座深山，終年迷霧纏繞，外人進去後十有八九都會迷失在山裡，可偏偏還是有人甘願冒着受命的風險往裡闖。你們猜是為了什麼？坐在對面的暖暖和小雪舉計會神地聽着，聞爺起起搖頭，大苗還緊張地吞了下口水。月娘不急不慢地搖着扇子，吊足了眾人的胃口，才悠悠繼續。只因此地深山之中藏着一座送子娘娘廟，據說那位娘娘極其靈驗，只要求子幾乎無有不應。不少求子心切的人都會專程進上叩拜，哪怕最後無緣親眼見到娘娘顯靈，也總想着請一尊娘娘像回家供奉。這些年市面上偶爾也流出幾尊像，賣教總把它吹噓得神乎其神，說什麼一家一家福壽延長，求神拜佛跟生孩子到底有什麼關係？與其把希望寄托在這種事上，還不如認真去看醫生吧。而且我覺得有沒有孩子本來就不該憑着衡量一個人幸不幸福的標準。如果那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，當然可以去選擇，但要是一直被這些期待拖着走，反而會很辛苦吧。哦，你們倒是比我想的還清醒。他懶散地倚靠在身後的貨箱上，隨手擦了擦上頭的灰塵。不過我後來倒是打聽到一些耐人尋味的事。經手過的那尊像的人家，起初都把它供得恭恭敬敬，沒過多久，卻又一個個急着把它送出去，甚至領口倒貼起來。竟然這是千辛萬苦請回來的禮物，理應寶貝的不行，怎麼後來反倒人人都留不住它呢？除非啊，不是他們不想留，或是那東西本來就留不住。外頭忽然一陣熱風捲起，車簾倏地揚起，昏黃日光在車廂裡一晃而過，搖曳不定的光影間，月娘掃了一眼緊張兮兮的兩人一喵，聲音悠悠。有人說，那些人家後來夜夜都能聽見屋裡有腳步聲，半夜一眨眼就會發現供桌上的娘娘像。發現什麼？月娘歪起眼睛，忽然俯下身，貼近大喵耳邊，發現他站在床邊看着自己。咚！
話音落下的瞬間，馬車猛地一顛，角落裡的包裹也隨之撞上了車壁，發出悶響。暖暖、小雪，你們靠近一點，不要來保護你們。月娘終於噗嘶一聲笑了出來，故作陰森的神秘感一下掃了乾淨。瞧你嚇的，後面那段不過是我隨口編來逗你們玩的，怎麼還真害怕上了？他說着俯身扶正了角落裡被顛歪的包裹，語氣卻又故意慢悠悠的拖長了幾分。不過嘛，車上倒確實一尊娘娘像，放心，沒有我說的那麼邪性，是團長囑咐我專門送去希爾家的賀禮，委託運送就是這次秦英安排的差旅嗎？說來也巧，這趟同行本就是臨時起意。半日前，暖暖一行人特地趕來秦江看木部落劇團的新戲，卻偏偏撞上劇團歇演。正遺憾準備離開時，在城門外遇見了獨自駕車出城的月娘。一問才知，她是替秦姨前往夏爾家送件東西。那地方雖在雲端邊境，卻因美食聞名。大們一聽見美食之都幾個字，耳朵頓時就豎了起來。月娘也樂得路上有人作伴，幾人便這樣順理成章地結伴上路了。暖暖下意識看了一眼角落裡的貨箱，不知為何，心裡忽然生出了一點說不清的不安。你這次的任務就是運送這尊娘娘像嗎？沒錯，是團長親自交代的。他之前結識了一位夏爾家的富商，最近正逢對方女兒出嫁，便特意尋來這尊送子娘娘像，當作賀禮。尚能和木竹里財團共同開發智能機器人，尚能向偏僻的邊境小鎮發出快電，秦姨還真是不挑活啊！以秦姨的性格，怎麼看都不像會做虧本買賣的人。如果這尊娘娘像真像傳聞裡那麼靈驗，他肯定捨不得送出去。但這傳聞本來就有些誇張啦，說不定它只是件普通的鎮宅擺件而已。或者木部落集團是想借這次機會試着開拓夏爾家那邊的新市場。幾人你一言我一語地猜測着，對那尊被秦姨親自挑中又護送千里送往邊境的娘娘像越發好奇。出來前我也見過一眼，雕塑所用青白玉很是眼神，會有幾分特別，但雕工着實普通，年代也不算久遠，遠稱不上什麼珍奇之物。若論價值，恐怕還不如裝它的紫檀雕花箱子值錢。總之，團長的心思我向来猜不透。你們說的這麼彎彎繞繞，本喵都覺得有點瘆人啊！話音剛落，車外忽然傳來一聲高亢的馬嘶，緊接着人聲、叫賣聲與車馬喧鬧一同湧入車廂，原本單調的砂石路也漸漸熱鬧起來。暖暖順勢掀開車簾，只見灰白色的高大城牆已近在眼前，城門前山板雲集，往來行人商隊絡繹不絕，空氣中隱約傳來香料與烤肉的濃郁香氣，都是些捕風捉影的怪談罷了。別想了，難得跟着木部落的差事出來一趟，自然該好好逛逛。我們到了雲端邊境的美食之都夏爾家。所以我們是怎麼跟月娘一起走的啊？還有为什麼被月娘搞得這樣子，我都不知道那個雕像是不是這一次故事的重點，好像是一個很深奧的問題。總之我們繼續愛貓之城，看來大喵要眼睛發亮了，或者是眼睛暗淡了。如果暖暖看到別的貓就去擼別的貓，那麼大喵應該會很傷心。那暖暖應該不會幹這種事吧？除非暖暖跟大喵開玩笑。那麼我們來吧。馬車穿過高大的灰白城門，緩緩駛入夏爾家。街道兩側人聲顛沸，鮮豔的祭壇從2樓垂落，在風中輕輕搖晃。
好香啊！本喵已經聞到了烤餅、石榴汁，還有超大肉串的味道了。大喵趴拉在車窗上，興奮得恨不得立刻補下車去。月娘卻微微皺起眉，朝四周張望了一圈。奇怪，卡西姆家沒有說好會派人來接應，怎麼一個人都沒見着？會不會是我們到得太早了，在這附近轉轉等他們吧？月娘點點頭，隨口往四周掃了一眼，目光落在不遠處人頭竄動的方向，神色一動，看來我們來得挺巧。夏爾家每巡一次的巴扎，也就是當地最大的臨時集市，再趕上今天開市，這種熱鬧要是不去逛一圈，可就白來了。長街兩旁攤位一眼望不到盡頭，賣香料的小販高聲吟唱着異鄉曲調，銅壺裡的果茶咕嚕翻滾，賣地毯的商人甚至直接踩在地毯上直接踩在祭坛上旋身起舞，引得周圍掌聲不斷。见暖暖一行人明顯是外地來客，攤主們頓時更加熱情，七嘴八舌地用聽不懂的方言招呼着，恨不得把整條街的美食都塞進眾人懷裡。但販們格外偏愛大喵，不停往他懷裡塞試吃的肥美肉串，還特地為他戴上花環。哼哼，像本喵這樣帥氣又可愛的存在，不然走到哪兒都會大受歡迎。一旁的月娘聞言笑得眯起了眼睛，戳瞎地指了指路邊的攤位，你仔細看看那裡，就會知道這是為什麼了。眾人順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見長長一排攤位上擺滿了各式各樣與貓有關的東西，有貓咪形狀的飾品，小貓紋樣的布料，畫着貓咪的碗盆，連點心都做成了小貓的模樣。仔細一看，這裡到處都是和貓有關的東西呢。夏爾家除了美食之都的名號，還有另一個稱呼——愛貓之城。這裡的人相信貓能夠帶來好運與財富，所以對貓格外寬容。什麼嘛，原來他們把本喵當普通貓咪了。不過看在這麼多好吃的份上，本喵也不是不能小配合一下。大喵拉着眾人一通採購，自制冒油的烤肉和香甜可口的水果一樣也沒放過。雖然語言不通，但小販們大多熱情豪爽，加上連說帶比劃，竟也勉強能順利交流。一直逛到太陽西斜，攤位陸續收起篷布準備收拾。大喵早已吃得肚皮圓鼓鼓，卻始終沒有等到卡西姆家來應接的人。夏爾家的街港重橫交錯，都沒人帶路，光靠他們比比劃劃，恐怕很難找到地方。那個富商家該不會真的把你忘了吧，月娘？要不我們先找個地方落腳。就在這時，安靜的巷口忽然傳來一聲清晰的貓叫。眾人循聲望去，一隻通體雪白的長毛貓正蹲在陰影裡，它的毛髮被夕陽映得微微發亮。那雙碧藍色的眼睛安靜望着眾人，像是在確認什麼。好漂亮的小貓，它好像從剛才開始就在看着我們。你找我們有什麼事兒嗎？那只貓輕輕歪了歪腦袋，卻仍舊停在原地，尾巴尖微微甩動，一不靠近，也不離開。它好像有什麼事情告訴我們，不過也不願意靠近。是不是有點怕生？畢竟我們剛到夏爾家，對他來說可能都是陌生氣味吧。有道理。你們等我一下。月亮轉身走向一旁的衣物攤，利落挑了套夏爾家風格的新衣換上，輕薄的紗衣層層疊疊，腰間垂落精靈與流蘇，手動間叮當輕響，頭頂還頂着一對毛茸茸的貓耳。攤主一邊幫他整理服飾，一邊用生硬的雲端官話誇讚着：漂亮，客人非常漂亮。
昨天雲景來人，像您很像。從雲景來的客人還和月娘長得很像。昨天除了我們，還有人來夏爾家嗎？月娘的动作微不可察地頓了一瞬，隨後揚起笑容，輕描淡寫地接過了話題。老闆真有眼光，這個和那個都給我包起來吧。他順手買下幾枚香囊，分別遞給眾人。夏爾家人喜歡用這種氣味驅蟲，也能遮掩我們身上外乡人的氣味。所以說，只要有這個香囊就行。月娘，你沒必要特地換這麼一身衣服吧？做戲當然要做全套，換上合適的行裝，才能更好的演出。再說，我這是出公差，團長會報銷費用的。果然，眾人戴上香囊後，白毛明顯沒有先前那樣戒備了。他繞着幾人慢悠悠地轉了一圈，視線卻始終停在大苗身上，準確地說是停在他那條長長的卻明顯有些毛髮稀疏的尾巴上。喂，你那是什麼眼神啊？白毛歪了歪腦袋，又抬頭看了看月娘身後蓬鬆漂亮的大尾巴，隨後竟露出一種若有所思的神情。下一秒，他忽然躍上旁邊的矮牆，回頭看向眾人，發出一聲短促叫聲。真搞不懂這些異域貓，講話都神叨叨的。他說他帶我們去卡西姆家，讓我們跟上。西域小城突然出現帶路的白貓，迷失的旅人，好一個冒險故事的開場。你為什麼一副很期待的樣子？總覺得聽起來有點危險啊。這隻小貓看起來確實沒有惡意，而且旅途中偶爾遇見這種事，不也挺有意思的嗎？走吧，小雪、大喵，我們也跟着上去看看。白貓輕盈地穿過漸漸散去的人潮，帶着眾人拐進一條狹窄小巷。夕陽將他的影子拉得長長的，映照在沿途的石牆上。喧囂人聲被迅速拋在身後，小巷越走越近，越走越深，仿佛正通往另一個陌生的世界。啊，到底發生什麼事啊？月娘也是挺厲害的，借着這次出差的事，看過秦義的錢，這是他的權利嘛。但是我們有沒有順便報銷啊？應該有吧。不過月娘對這個地方還挺熟悉的呀。那麼接下來我們去卡西姆的家吧。但是我有個問題，為什麼不是人來帶路，反而是一只貓來帶路？該不會那只貓是人變的？最近是不是看受试的世界太多了？好吧，我們繼續看卡西姆之家。走過層層扭折幽深的小巷，一座宅邸靜靜坐落在暮色之中，玻璃彩窗在燈火下織着流光，廊下銅燈依次亮起，映得牆面紋飾越發華美，一眼便知主人家底豐厚。白貓回頭看了眾人一眼，隨即輕巧鑽進門縫，很快消失在宅邸深處。等等，怎麼突然跑掉了？看來我們確實沒找錯地方。您好，我是從秦江木部落集團來的。門房聽聞來意後愣了一下，連忙進去通報。沒過多久，一名身形圓胖、蓄着鬍鬚的老者匆匆迎了出來。失禮了，實在失禮了。諸位遠道而來，小老竟忘了派人前去迎接，實在是怠慢貴客了。他一邊賠罪，一邊親自將眾人引入會客廳。實在是近來家中事務繁雜，老是竟記錯了日子，讓諸位久等了。不礙事，正巧我們多逛了一會兒巴扎。不過看您的神色不太好，府上可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幫忙的話，請儘管開口。卡西姆臉上的笑意微微一僵，似乎並不願多談，只含糊地擺了擺手。家中不過瑣事，說不得什麼，只好讓貴客煩擾。話音未落，恰有一陣川寒風吹過，燭火搖曳，娜娜忽然覺得懷中的錦盒涼了一瞬，而卡西姆的神色也變了。他下意識轉頭看向昏暗的回廊深處，像是在確認什麼。
神情裡隱隱透出幾分驚懼。又來了。暖暖下意識與小雪對視一眼，想起方才的怪談，不會這個娘娘像真有什麼蹊蹺吧？哼，看來我方才察覺到的果然不是錯覺，這崽子裡有異象。你什麼意思？暖暖微微一震，正想開口，卻見月娘朝自己和小雪意味深長地眨了下眼，兩人立刻會意，默默配合着沒有出聲。貴府最近似乎不太安穩，但若只是普通風水不順，頂多讓人心神不寧。可方才那樣，像是有東西在府裡待了很久。卡西姆臉色頓時更難看了幾分，勉強笑了笑。諸位是不是也察覺到了？小老還是不該瞞住你們。其實這種小女阿麗亞開始一婚之後，家中就頻頻出現怪事了。卡西姆沉默片刻，聲音逐漸低了下去，似乎連回憶這些事都讓他心有餘悸。最開始只是半夜隱約有哭聲，像是有人抱着孩子在院中徘徊，可等人提着燈出去查看，卻什麼也找不到。後來事情越來越不對勁，有人在深夜聽見淒厲的慘叫，第二天醒來，香邊椅軟榻上竟莫名出現了血跡和灼痕。前幾日连陪伴我多年的老管家都病倒了，他半夜醒來時，看見窗外站着一個白色的影子，一動不動，直到他嚇得昏死過去。這些怪事是從戀愛開始一婚之後才出現的。提到女兒，卡西姆原本緊張的神情明顯柔和下來，語氣裡也帶上幾分陰私不住的疼愛。是啊，阿麗亞和那孩子從小一起長大，感情一直很好，對方也是個品行端正、前途倒好的年輕人。這樣一樁再尋找不破的婚事，不知怎會和那些怪事扯上關係。可他說的越是篤定，讓人越覺得事情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。阿爹，我聽說家裡來了貴客。門外忽然傳來了一道清脆爽朗的聲音，瞬間打破了庭中壓抑的氣氛。一名少女端着银壺与点心快步走入廳中，她眉眼明亮，膚色紅潤，笑起來像盛夏枝頭盛放的石榴花，讓人一見心生好感。我煮好了奶茶來呀，好可愛的貓咪！下一秒，她的視線忽然落在大廟身上，頓時停住了腳步。天呀，它也太圓了吧！毛是好漂亮，不過这乳胎盘会不会不太健康呀？我快不住腰線了呢。喂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小貓才沒有腰，我能摸摸你嗎？可以是可以，不過還沒等大喵說完，阿麗亞便已經熟練地伸手繞起大喵臉頰，動作自然流暢，一看便是經驗豐富，好緊實的肉肉。原來不是肥貓，是健身貓呀！誰是最威猛的小貓咪呀？是誰呀？大喵原本還炸着毛想要抗議，可沒過幾秒便被摸得舒服的眯起了眼睛，連大喵一族之類的話都沒能說出口。養得真好啊！你們一天餵它幾次？都吃什麼？有沒有添加什麼補劑？哈哈，你們身上都沒有毛毛哎，怎麼做到的？快教教我！阿麗亞。卡西姆皺着眉，打斷了這場有些熱情過頭的單方面交談。好了，快離客人的貓遠一點，這是從秦家遠道而來的貴客。阿麗亞這才後知後覺意識到失禮，連忙起身向眾人行禮致歉。而且我說過多少次了，不要隨便靠近貓，出門時也記得把面紗戴好。阿麗亞臉上的笑容頓住，弟弟應了一聲，沒有反駁。廳中的氣氛也隨之安靜下來。月娘目光在父女兩人之間轉了一圈，忽然輕笑一聲，主動將話題接了過去。差點忘了正事，卡西姆老爹，阿麗亞，這是團長特意托我送來的賀禮，是專門從雲端深處中求來的送子娘娘像。團長還讓我帶她向阿麗亞小姐送一道祝福，願你新婚順遂，家宅平安，往後歲歲安樂，萬事順遂。體內燭火微微搖曳，映得那只檀木錦盒也染上了一層溫暖昏暗的光暈。可阿麗亞望着他，臉上的笑意卻一點點淡了下去，
良久，他才接過那尊像，頷首致謝。如果真有传聞中那麼灵驗的話，就請保佑我，也看清自己的內心吧。他聲音輕得幾乎低語，卡西姆臉上的笑意微微一瀉，目光從他身上移開，順勢看向月娘。按理說，加州出了些怪事，我本不該在這時候迎合。只是諸位今日才剛到夏爾家，夜裡再趕路也不安全。若不嫌棄，不如先在府中住上一晚，待明日休整好了，再啟程返回秦江。你竟然相邀，我们別叨擾了。再說，這是秦老闆托付的東西，總該親眼看着他安置妥當，才說放心。談話間，尼姑取出那尊玉雕娘娘像，小心翼翼地安置在客廳的壁龕之中。那玉像不過半臂高，雕工算不上多麼精巧，可玉色溫潤細嫩，在燭火映照下織着淡淡柔光，眉目低垂間隙隱約透着幾分悲憫慈和。可下一秒，尼姑卻忽然倒吸一口冷氣，臉色瞬間慘白。血！眾人聞聲一驚，幾乎同時抬頭望下壁龕，娘娘像依舊安靜端坐在那裡，神情慈悲，眉目低垂，與方才並無不同。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她原本潔白無瑕的眼角下，竟緩緩摻出一道暗紅色的痕跡，顏色濃稠赤目，宛如鮮血。正順着偏冷蒼白的玉面一點點活絡，一時間整間會客廳陷入了屎一般的肅靜。啊，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？這個娘娘像有情況，至於是什麼情況我就不知道了。該不會送子娘娘送的不是子，而是妖孽吧？應該不可能。如果真的來的話，那就不是蝶了。誰才會搞那麼奇葩的劇情？突然間來一個畫風突變，頂多就是來了一個莫名其妙的人族，這樣子才是正確的發展。我覺得最關鍵就是那個娘娘像，還有那隻貓，還有阿麗亞。但也不能排除卡西姆，畢竟卡西姆可能他知道某件事情，可是他並沒有提的感覺。猜測啊，大家覺得這一次故事最讓人懷疑的部分是什麼呢？我覺得第一個是那隻貓，還有婚約，還有那個送子娘娘像。畢竟就是有這些東西呢，怪事連連。我甚至懷疑呢，那個怪物，那個夜間會出現奇葩的聲音，可能就是那隻白貓，不是大喵啊。那麼這一次的故事就到此結束，我們就留着下一集繼續看吧。那麼這一次的故事大家覺得如何呢？我覺得有點神神秘秘的，尤其是月娘好像知道什麼東西。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是結束啦，喜歡這支影片的話，記得在下方留言、再分享出去，還有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，打開我新的小鈴鐺哦。那我們下期影片見，拜拜，拜拜。